1895年11月16日，特斯拉和威斯汀豪斯共同建造的尼加拉瀑布水力发电站正式启动。交流电沿输电线传送40公里至水牛城，点亮全城街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河流的力量转化为电能，传送至远方城市。水牛城市民走上街头仰望灯光，许多人落泪，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看见从未想象过的未来。特斯拉在启动仪式上说，这只是开始。有一天，我们能让尼加拉瀑布的力量照亮整个北美洲，而那只需要我们继续相信，电的力量是属于所有人的。如今全球超过80%的电力以交流电形式传输，每一度电背后都有特斯拉的影子。补充之时，尼加拉瀑布水力发电站至今仍在运行，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交流电发电站之一。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能源分配方式。尼加拉瀑布的成功让特斯拉声望达到顶点，也让他思考更庞大的问题：电力能否不需电线，直接穿越空气船送到地球任何角落？在1900年，这个想法让所有人觉得他疯了。今天听起来像 WiFi 的原理。特斯拉将此命名为世界无线电力传输系统，在地球上建造巨大发射塔，利用地球本身作为导体，将电力和资讯同时无线传输到全球，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他的野心不只是电报、电话，而是让整个地球成为互联系统，比网际网络诞生早了整整1个世纪。1901年，他说服金融大亨摩根拿到15万美元资助，在纽约长岛开始建造57公尺高的无线电力塔——华登克里夫塔。工程顺利进行，特斯拉几乎每天都在现场，眼神里有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光，那是看住自己最大的梦想一砖一瓦建立起来时才会有的表情。补充之时，华登克里夫塔的概念超前时代1个世纪。现代无线充电、WiFi、5G 基地台，某种程度上都是特斯拉当年梦想的局部实现。华登克里夫塔接近完工时，冷水浇下。1901年12月，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在大西洋两岸成功完成无线电报传输，成为时代英雄。然而，那个讯号的核心技术其实是特斯拉早年的专利。特斯拉告上法庭，官司一直打到他死后1943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线电基本专利属于特斯拉，不属于马可尼。但那已是特斯拉去世同年，迟来的正义什么都改变不了。对摩根而言，马可尼的成功意味着无线通讯已有人做了，不需要特斯拉那个烧钱的巨塔。摩根问：“你的系统能赚钱吗？”特斯拉答：“它将让整个世界免费获得电力。”摩根沉默后说：“如果任何人都能从空气中获得电力，我要把电表装在哪里？”资金就此断绝。工程停工，工人散去，快要完成的塔被冻结在半空中。特斯拉向其他投资人求援，全部无功而返，开始变卖资产，典当设备，用积蓄支撑日益庞大的空壳。补充之时，马可尼使用的无线电技术有17项专利来自特斯拉。美国最高法院在特斯拉去世后同年，1943年才作出裁定，恢复了他的专利权。1917年，华登克里夫塔被炸毁拆除，美国政府担心它被德国间谍用来通讯。那声爆炸不只炸毁了一座塔，也炸毁了特斯拉最后一个完整的梦。
此后，特斯拉从公众视野消失，申请破产，失去所有财产，最终住进纽约的纽约客旅馆2间相连小房间，再也没搬出去。他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眼里越来越奇异，严重强迫症，极度恐惧细菌，从不握手，餐具必须用18条以上餐巾纸擦拭，每道菜分量精确计算。但这些不是晚年才有的，而是一辈子神经高度敏感的人格在压力和孤独中放大的结果。尽管身无分文，特斯拉从未停止思考，在旅馆房间里继续写作、计算、构想宇宙射线武器，思考引力波本质，描述粒子束武器的早期概念。他的思维永远超前于时代，哪怕时代已不再关心他。偶尔有记者上门，他依然接受采访，说着宏大构想，但报纸标题往往只是过气天才的风言风语。补充知识，特斯拉晚年描述的粒子束武器概念与今天的定向能武器研究惊人相似。他去世后， FBI 立即没收了他的所有研究文件。特斯拉晚年最忠实的陪伴是一只白色雌鸽。他在纽约街头开始喂鸽子，从习惯变成每天最重要的事。他在旅馆房间照顾受伤鸽子，让驼们在床边休养，花掉仅有积蓄为驼们买最好的饲料和医疗。其中一只白色雌鸽是他最深爱的。他描述道：“我爱那只鸽子，就像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他理解我，他是我的慰藉。只要他在，我的生命就有了目标。”有人在特斯拉离世后翻阅日记，发现他记录那只鸽子病逝的那一页，字迹异常颤抖，是所有日记页面中最难辨认的一页。鸽子死后不久，特斯拉健康急速恶化，庞福那个小生命一直是支撑他走下去的细线。1943年1月7日深夜，服务员发现特斯拉已在睡梦中辞世一个人，在他最后的旅馆房间里走完了86年的人生。补充知识，特斯拉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旅馆费用长达10多年由旅馆慈善性质地减免。他一生未婚，晚年认为婚姻会分散他对科学的专注。特斯拉去世后，世界沉默了短暂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向前。但有些东西停不下来。几十年间，人们重新发现他被遗忘的构想，无线电力传输今天已是成熟技术，手机每晚放在无线充电座上，用的正是特斯拉100年前的原理。MRI 核磁共振成像机器的核心是交流电磁场，它每年拯救数百万条生命。电动车公司以它命名，不是偶然。特斯拉用交流电马达改变了动力的本质，而那个原理今天驱动着每一辆电动汽车。国际电磁单位特斯拉以它命名，地球上每一台电子设备都在它的名字下运作。他曾说：“让未来告诉我。”让未来说：“尼古拉·特斯拉做到了什么？”未来已经说了，只是花了100年。特斯拉不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他是一个生活在未来的人，只是不幸降生得太早。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梦想从不受时间限制，他只是在等待世界追上他的脚步。补充知识，2013年，全球特斯拉迷众筹买下了华登克里夫旧址，计划建造特斯拉科学中心博物馆，以永久纪念这位改变世界的天才。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